课我们要来完成下肢的细化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来，首先我们还是找到我们的皮肤涂层啊。今天这节课的话呢，可能工作量还是有一丢丢大的。用我们的硬边缘，还是一样啊，在这个老位置进行一个渲染、晕染、晕染。我们的腮旁，然后我们的眼尾啊。看情况自己可以加深一下啊，有一点渐变。这种小范围的渐变的话呢，一般我不会用一个柔边，看多了会比较腻。这个流量可以稍微调到95左右啊，我平时习惯不是100%。好了啊，然后的话呢，我们就来画头发了。啊，头发的话呢，我们先加上那个饰品的一个大致的范围啊，然后我们再去画头发。为啥呢？因为它有了饰品以后呢，它露出来的位置啊，就跟我们没有饰品的时候，那个重点部位可能在视觉上面啊，就会有点不一样啊。所以我们最好是在有这个位置参考的情况下画会比较好一些。还好你出现了。好，我们先用放松的笔触，稍微的勾勒出高光的形状啊。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手势去掉，大概也知道说重点部位的话，像后面这些位置啊，你其实刻画多了就没用了啊。你这一块和这一块啊，那就是稍微要重要一点，对不对？好吧，你去吧。然后我们用一个重一点的颜色啊，往右下找一找，饱和度和明度，饱和度会有一点点高一些，然后明度会稍微下降一点的这样的一个颜色。我们现在去压一下暗部啊，卡一下我们的这个高光的形状。
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边界的融合的这种自然的感觉，可能需要大家多次的去选色啊，就是在这个底色上面吸色，那混色了以后，我们稍微再吸一下。好，然后现在我们来优化一下高光的深浅和它的一个形状，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它不要显得太突兀和太硬。绘画的时候可以稍微你的眼睛离画布不要太近，抓一下整体的一个感觉。继续加入一点点的暗红色。还是一样的原理，让我们去卡一下这个高光的形状。这步可以不用说卡的跟我一模一样啊，它是一个比较随意的、比较随性的一个环节。好的，然后我们呢，手势把它图层放出来，然后我们在这一块啊，稍微的再加一个绿色的模式，图层属性，加一个绿色，然后把它调的透明度调的小一些。这个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不可能出现这样一个偏淡的色块的，它是一个空气透视的夸张，它是
突出一个空间上的前后关系，那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啊。根据它的纹理，稍微的加一点线条，好，我们就可以先放在这里。我把发尾也稍微的搞一丢丢的刻画啊，不用太多了，粗糙一点就行。刻画的多少有时候也会有一个嗯空间感的暗示。你刻画的细呢，就说明离你近呀，对不对？看得清楚。哦，OK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画眼睛啊，找到眼睛的图层。眼睛的话呢，我们还是先找到高光，建一个新的图层啊，并点上高光。然后在高光图层的下面，我们新建图层，我们找到这个眼睛最深的地方，就是我们的瞳孔。底色我们铺了一个比较灰的颜色啊，现在我们稍微用一个纯一点的颜色把瞳孔找到。然后呢，这个边上的色块的话，也可以理解成是这个眼睑它投下来的一个阴影啊，因为我们的眼球它不是在这个眼睑的里面嘛，它们有个前后和一个上下关系，对吧？然后我们用一个蓝色，对，高光可以先定它的位置，点出一个蓝色的瞳孔啊，然后我们取一下下面的这个肤色，在眼球的下半部位轻轻的扫一点，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用一个比较黑的颜色，一个重色啊，我们在所有图层的上面啊，我们卡一下，
点涂式啊，去点它。接下来我们再来增加其他的光点，用色看一下。然后呢，我们在这些高光的色块上面稍微用重色进行一点点的形状上的优化，然后我们再用一些稍微高一点的饱和度的这个冷色，做一点点缀色啊。好的，然后我们找到线稿图层，将这个眼睛的线稿稍微的调整一下它的颜色，以及眼睑和眼眶稍微的扫一下。现在我们来做周围的眼睑的一个刻画，找到这个双眼皮的位置，稍微扫一点点，稍深一点的，比底色稍深一点的颜色上去。然后我们选一个稍微深一点的肉粉色，啊，这样下面的这个下眼睑也不要错过，把它涂起来。上面的话呢，颜色稍微的深一些，下面的话稍微的淡一些。加深一下双眼皮，回到线稿啊，然后又再一次的进行一个线条颜色的处理，眼头和眼尾做一点点自然的过渡，画笔可以稍微小一点，用排线的方式去做这个过渡。好，然后我们要在线稿图层的上面啊，新建一个图层，用一个比较重的颜色
我们去卡一下外面眼眶的这个形状，用重色去卡啊，不要直接画笔直的线条，一点点的去卡。去卡的时候，你就会很自然的会有一个轻重关系，会显得有节奏感一点啊，不会非常的单一。好，然后我们在最重要的这个中心位置啊，这个笔触的大小直接就拉到最小了啊，用排线的方式进行加深。然后我们用一个比较重的红色，饱和度稍微高一点啊，我们在这个眼睑跟眼球交接的位置的中间，我们可以稍微扫一点这个颜色上去。肤色不匀，哪里不匀？哦，你说放这么大了以后，它这个有一点笔触，对吗？这个，如果你觉得是比较不太喜欢的，你可以再去那个再去处理一下，再去换两笔就好了啊。我是因为基本上这么小，我还好，不是你手机的问题，它就有点，我给你改一下吧。这样应该匀一点了啊。不是你手机啊。OK，然后我们加一点啊，撒一点小星星上去。好，然后我们用一个重色连接一下眼眶跟眼球交接的位置。
好，然后我们用一点点的这个冷色啊，稍微的在我们的眼球的两边撒一丢丢，小丢丢对比色，让它更加的没什么作用，就是丰富一点。好，然后我们在眼皮上也加一丢丢的高光。在眼眶部位啊，大家如果说做一些调整的话啊，我是比较建议用一个排线，就是我留的画法是用一个排线，主打一个比较无痕、比较自然的一个感觉。其实呢，画布缩小了以后啊，在一定的这个范围里面啊，其实你画粗一点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。重色要克制啊，基本上已经好了。我现在做的一些调整都是比较主观的，就是微调。其实，在每个画手，自己画的时候，微调这个部分占的时间应该是最多的。给大家演示的时候，大家可能感觉不到啊。就有时候为了效率，那自己的话，这个微调就是弄来弄去，弄来弄去，可能可以弄很久，弄个半天可能都在那里面。好，然后我们接下来啊，扫一下眉毛。这个眉毛我决定把它弄到头发涂层的上面，这样子我可以有一些地方可以画出来，那就是可以有点若隐若现的效果，不然的话不透明了就直接断掉了。这种边界线的地方稍微的来给它擦的干净一点，就会有点，对不对？有点若隐若现的效果。好，然后嘴嘴我们轻轻的扫一丢丢就好了啊。我的这种画法嘴是不怎么刻画的，没有什么嘴唇。越接近正比的话呢，它那个眼睛的夸张就越小，然后其他五官的刻画就会越多，越接近写实呢。
发际线忘记画了，发际线我补一下啊，跟我们上回的发际线刻画一样，用一个肤色啊去做出这种锯齿状。这个时候呢，你的选色应该是肤色和红色来回切换。然后我们来看到上半身，上半身只有一个这个大荷花，我们就是把它规整一下就可以了。这部分我们就直接像这个样子，直接混色去画就可以了，把它做规整一点就好。有什么问题随时问啊。顺便提一下，我这种画法呢，是为了就是平时自己画辐射会多一点嘛，为了展示服装细节，有这种公用性在啊，所以经常这个造型上面的话，我是比较比较具体的，就是可以画到很具体，就是它具体这个线怎么走，可以画得很具体。但是呢，嗯，如果你的目的其实不是辐射，只是色块的话，有时候造型在这个混色的时候不用这么具体啊，没有关系的。但是那个时候是用色块为整体服务啊。就你们经常看有一些老师呢，他去突出那个配色和色块以及占比的时候，他的那个造型可能其实不是那么清楚的，不是说人家好像说啊故意画的什么比较粗糙干嘛的，他就是有这个目的在，有时候他这样画的太具体了就不好看了，说的。就想到顺便提一嘴。有多摸索摸索，要尽情的试错，
不要以完成度特别高的东西作为一个，就是在还没有很具体的要表达内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，去非常的追求一个完成度，这个东西大家可以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，就像玉米讲的啊，要多摸索摸索，喜欢什么风格，喜欢哪种方式。确实，我见到好多人是找到了自己的那个喜欢的塑造方式以后，他那个效率或者整个思路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啊，就确实是有很多这样子的人。OK，然后我们接下来进入裙子啊，裙子的话，这个渐变你就不用动它了，没有什么好动的啊。我们现在来把这个图形啊，跟我们的上节课一样，也是要做一个规整。规整完了以后的话呢，我们再进行一个评估。如果大家的版本稍微高一点的话，就可以直接画那种对称的图形啊。我这个是版本比较低，没有这个功能，比较原始的。连在一起，连在一起，方了点，太原始了。说到原始，我又想到一件很搞笑的事情，就是我这两天笔坏掉了。我这个笔是我买第一代的数位板的时候，他留下来的笔。我后来换了数位板，然后他给我配了一个很高端的笔。为什么都是粘在一起的？所以我把它擦掉。然后我的那个笔就坏了，然后笔坏了以后，后面那支新的笔我用不惯，因为它太高级了，它那个压感非常的敏感，因为我不喜欢，我又去淘宝买了一支那个老的笔。对啊，我是660呢，我660的那个笔它的压感很高的，我之前的那个压感非常低，就只有2000多好像。捏一些什么难看的东西重新弄，还是这样好看。嗯，别这样，清爽一点。再搞一点蓝色。
没有人觉得660的那个笔压感太高了以后画起来很吃力吗？哦，得，然后这个画纹在哪呀？什么？笔的压感是可以调的吗？这是真的吗？那我不是白花了，快点教我，等一下下课把它退了，7天无理由。留一个原始的。好，下课我来看啊。那我们又开始了啊。这个平铺啊，大家稍微花点时间铺一下，不要，因为我们这个其实已经很偷懒了，不要直接那个，不要直接那个，就是一个全部平面的规整的，然后连成一整个图案，然后直接盖上去，然后你又不调那个曲面，你不然的话，你调一下这个曲面也可以，对吧？按照它的起伏调一下，不要直接这个水平的一个盖上去，不好看。如果这个可以的话，那为什么还要手搓呢？没事，位置摆一下。对，这个图案开对称化是很快的啊，只是因为我这个版本呢没有那个对称功能，其实是很快的。你们还可以做更复杂的那个图案，如果有对称功能的话。
好的，然后我们在这个图层的上面啊，新建一个图层。等一下啊，我把这两个先移出去先，然后截一下裙子的范围，反向一下把它删了，然后新建一个剪切蒙版，这样子花纹独立一个图层，它会方便一些。勾边，勾边，这么小的东西，只要描一个边就可以了，颜色还要淡一点，不要太抢。好，我们把它的这个高光啊稍微做一点。做的时候啊，看一下整体的一个感觉，不要做的太局部了，不要在局部猛猛画，画完了以后发现，哎，它这个在那个整体看过来的话，它是有点太抢的啊。所以画布你先不要把它放的非常的局部，放的非常的大，平板有勾边的，有吧？我下课给你找一下啊。Procreate 没有啊，没有勾边。哎呀，搞错图层了，怪不得。钥匙，笔刷要小啊，正片叠底搞一个，稍微的给它增加一些些的暗部，丰富一下。
差不多啊，然后我们合并一下图层，像这块的话呢，我们稍微的给它调低一点透明度。好了，然后我们再给它加上一点点的点缀，也是用一个描边。这个 Procreate 我等一下看一下啊，它怎么描边。用一个金色啊，也是一个。然后呢，我们在上面再新建一个图层，也一样用一些稍微亮一点的颜色啊，比较随机的去点亮一些亮片或者它的一些边缘。它的它的勾边需要这么可怕的操作吗？我整一下啊。这样子的话，裙子就会有一种布灵布灵的效果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裤子啊，裤子在哪儿啊？选一下，裤子，OK。裤子的话呢，我们首先要做一个有一点点半透明的效果啊，也是一样，我们找到这个肤色，先给它糊一层肤色上去。这条腿稍微的有一点点表示一下就可以了。看一下正片碟，嗯，等一下先啊，然后我们在下面的这个边上啊，我们再复制一下，就是再吸取一下下面的这个橘色。像这种衣服的花纹啊，什么东西啊，就是除非它是一个氛围差，这个不是人物重点，不然的话，一般的话我们纯花纹平铺的话就会不太好看，但稍微加一点手画的内容嘛，就会有一种随机感啊，就是看起来稍微的就不会这么生硬。
或者腿部的话，我们用揉边缘橡皮擦这么大500，你就600也没事儿啊，扫一下边缘，稍微出来一点点这样的效果，腿跟出来，这边裤脚的边缘出来一点点这样的效果就可以了。也一样啊，我也想给它加一点点亮片上去。它只是一点点很微弱的小小的光芒啊。好的，然后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刻画我们的这个首饰了啊。首饰画好了，我们再去做披腰带。嗯，好，我们从哪里开始？我们就从这个耳环开始吧。啊，我给它抠出来，其他的我们先去掉啊。这个耳环呢，我们参考一下这种有一点点这个半月形的这个形状啊。这个上面这样子的一种感觉。好，然后我们在这个图层的上面啊，我们搞一个正片叠底的图层，去把它的一个大致的造型给它勾出来。我们给它搞一点镂空，直接用橡皮擦擦出来好了。这几个先擦掉先啊。
把颜色稍微明度调高一丢丢。嗯，好，然后我们找到高光的位置，用一个稍重的颜色压一下，正片别底我们稍微要搞得淡一点，然后我们用一颗宝石，这只是需要一个色块在这里，像一颗不太规则的宝石放在这里，按照它光源的方向，我们把高光点出来，然后稍稍的分一点面出来，再加一点点重色，不要刻画的太过，因为它太小了啊。这个时候我们就更需要的是它的特征，而不是它的一个具体造型。好，然后现在我们在下面加上一些小小的晶片啊，所以我说大家上一回的，就是如果只是跟着临摹的话，上一回的那个色块，金属先不画线也可以啊，你们就这一步直接跟着，直接去刻画就行了，也是一样啊，做高光，用一个重色稍重一点的颜色抠一下这个高光，再用一个稍重一点的颜色勾勒一下。整个我们给它，嗯，
整个额膜给它合并起来啊，然后勾勒一下，用一个比较重的颜色啊，像这个位置啊，上面这个面啊，其实我们能看到一点的，对吧？这个时候你的重色就勾的多一点，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在表现它的体积啊。有什么问题主管问啊。好，然后呢，合并一下，然后这个耳环的话，哦，现在就是因为我们一直都是很小的一个部分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刻画的时候又放的很大，所以你弄完了呢，整体还要根据它的一个效果啊，调一下它的一个明度啊，像这个我觉得它稍微的亮一点，这个时候是好看一点的。整体的其实这个金子的话，它的饱和度都不是很高的啊，你们看起来它现在也挺像黄金的，对吧？但它其实都不是很高的这个饱和度啊，都还好的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来画一下这边这个，我感觉这个耳环如果是复制粘贴就会有点丑，它是一个视觉重点，所以这里我就不想复制粘贴了，我想改一个方位，改一个位置，改一个角度，画法其实就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啊，它就是一样的流程，就你直接就找到这个位置，又学一遍画法，那可不是又学一遍呢，后面还有好几遍呢。今天这张都是这样，今天画到你满意为止啊，也不是。你画这个敦煌，它没有金属，有点说不过去嘛，对不对？你不是说喜欢画它啊？这一块儿的话呢，它的这个镂空啊，就不是
就不是那么明显啊，哦，它就是一点点小小的这种感觉。怎么说呢？这个皮带其实我也没有说很喜欢。怎么回事？你们怎么回事？好，我们加高光啊，点一点高光上去，然后我们又搞这个叮叮当，就算就算你们要复制粘贴，我知道肯定会有人复制粘贴，但是没关系，就算你们要复制粘贴，你要捏完了以后改，知道吗？我是很在意这种东西的耐看性，就是对我本人来说，一个画面的耐看性还是比较要紧的。不是说光把它画完，就画完了以后，你得让人家看的时候感觉，这个画面它的信息就是比较丰富一些的，稍稍是没有这么机械化的。所以像这种地方，它可以表现一点点透视的时候，其实是要抓住这个机会哦。然后我们用一个很重的颜色，哎，因为你可以感觉到这个耳环它在这个画面里面的重要性，跟刚才裙子上的那个花纹是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其实像画我们看一个整体的排列，但是这个真的是就是看它两个本身了。如果要求比较高的话，其实这两个耳环的造型应该要，如果现在是 OC 设计的话，应该是要抓住这个机会设计一个非常牛掰的耳环。嗯，那全是啊，调一下大小啊。对啊，抠小饰品蛮开心的，都开心。画画嘛，对吧？
没有一个阶段是不开心。一会儿开心，一会儿不开心。一到自己就啥也画不出来了。你呀，一次要解决一件事情，就是你在想你这次的练习到底是要解决什么事情。很多同学很苦恼的原因，我觉得是因为你们每一次练习想解决的问题太多了。你想同时解决人体比例、动态、设计、配色上面的问题，因为你想一张图出来，你就想很按照自己的心意，水到渠成的去把它都表现出来。但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没有这样子笔随心动的呀，对吧？所以只能做一件事情。我练人体的时候，我那段时间就只练人体，我什么都没有考虑，只画人体。设计的时候，我的有时候的习惯就是在人模上面画衣服，我就根本不考虑动态的。对，啊，这个就不行了。当你想要一上来你的想法是想画一个完美的作品出来的时候，你90%的情况一定是画不出来的，不可能。对，我每天的想法就是先画一坨狗屎出来。OK 了，耳环就这样。先画一坨狗屎出来，然后我还会跟自己说，我没有什么心理负担的。我发现你们好多同学心理负担很大，我没有什么心理负担。我每次开始画一个色的时候，我就是在想，我今天肯定是浪费时间了，我就是在这里找手感，我绝对是画不出来的，画不出来没关系，明天我从头再来，然后可能这么轻松的状态下，它就可能会出来。你对自己没要求的时候，就会轻松一点。OK，然后我们就这样子把这个耳环搞定了啊。让我们看一下，我们现在画这个项链，项链的话，它的图层要在我们的耳环下面。这个衣服不是，嗯，因为这个东西你们的这个练习，跟那个 OC 的辐射金主要求是不一样的。因为你们是想要练到动态嘛，我知道，对不对？我前几次团练，我知道，就是我的想法就是跟之前画辐射的时候一样，
就是我想尽可能的给大家展示服装细节，因为有很多人会比较好奇我的设计嘛，所以那个时候我没有想到动态这件事情，所以很多时候我那个人物是站桩，比较简单。然后后来大家就提到说，希望有更多的姿势，那我就在想，哦，原来是你们还想要动态，所以这次的话就是一个综合的考虑，就不可以是先画衣服再画那个动作，是先画动作再画的衣服，嗯，是为动态服务的。对，我是全职画的。然后我真的去需要画到辐射的时候，那个就是要细节就要拉满嘛，所以我这个人物的动态一般都是很微妙的小小动态，就不是这种很大的动作。像这个动作，我很多衣服的细节就看不到的呀，对吧？不可能用到的。这是我有考虑你们的愿望嘛，所以我就是说在动态上给你们满足一下，先把底色弄匀啊。所以我的这次备课的时候，其实我的方案有很多个，我还废了2个方案，同时考虑的是动态，然后配色，然后服装的形制也想带你们就是走一下不一样的形制，不要说全部都是那个襦裙啊或者什么东西，对吧？正片叠底啊，我们搞一个，然后在上面把它的一个细节给它画出来啊，参考这个啊，差不多，但是我们可能会有点变化，一丢丢吧，一丢丢变化不是很多了，其实还是一样，我们先找高光啊。这个叫啥？它本来应该是一条项链，但是嗯，钻石，我给它搞成项圈了，钻石，宝石吧，嘿嘿，开心就好啊，开心就好。对，这种
细化阶段其实是很解压的。有时候有时候细化的时候，经常你们可以看到很多老师就是画嗨了，对吧？细化的套路就是自己习惯了以后都是差不多的嘛，差不多了以后它其实是挺机械的。我们小视频本来就是最后画，我现在不就是后面才画小视频。啊，我们拿一个重色啊，还是一样，流程都差不多，卡它，高宝号的冷色，描边，颜色选一下啊，选这个金色，然后我们搞一个像它一样搞一圈珍珠上去，珍珠上面一个一个加一个高光啊。很细微的搞了一点点比底色稍重一点的重色放在这个珠子的中间，也是一样的调一下它的整体的一个颜色啊。
了啊，然后我们接下来画它的这个画冠啊。我们把它的形先修出来啊。啊，大家其实去画的时候可以直接的用那个基色的画笔，把它的形状很明确的勾出来啊。有时候我自己在设计的时候，喜欢留一点之前的这种刚才乱七八糟的那种草稿，目的就是给自己留一点感觉，就大概它是个什么类型啊，是这样子的，它的那个占比的程度大概在多少，这个就是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个习惯啊。然后它本身是一个画面的重心啊，对大家这个时候的话可以用那个对称的工具，但是这个做完了以后啊，刻画上面一定要自己去刻画啊，那个什么高光质感什么的，不要直接就是画一半然后对称，那样子就不太好看。最后这一层。稍微的在暗部可以，在哪里？
可以再上一点，稍微的在暗部可以刷一点这个红色上去，因为这个发冠也是一个，嗯，是一个反光材质嘛，对吧？正片叠底的啊，我们把它的造型给它勾出来。那我们把底色稍微的根据这个造型调整一下。啊，宝石的画法呢，跟之前上节课介绍的是一样的啊。
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流程啊，加高光，加暗部，如果可以的话加一点反光啊。暗部在高光的周围，这个其实是用，其实这块是暗部了，它不是说在高光的周围，是，整体的话，这咋说呢？不是说它是在高光的周围，是高光刚好聚集在整个宝石的这一个点上，然后其他的部分相对来讲，它没有被这个光这样聚集的照着，所以相对来讲显得暗一点。从位置上面来讲的话，可能是像你讲的那样，但是不是说从原理上面来讲，它要聚集在暗部中间的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个有点歪啊，我们把它位置移一下。其实这个小点儿应该暗一点，它其实代表的是一个，就是我给它设置了一个底部的一个反光啊，这个也比较主观，它其实是不一定有的，除非它底下有一个亮亮的东西在那里，它的光很亮，它反射到了这个宝石的表面上。但是我在作画的时候，就算底下没有个亮亮的东西，我有时候也会加一个这个。宝石材质和金属材质画法看起来一样，嗯，差不多啊，它不都是这种亮亮的，然后比较容易反射光线的。但金属如果底下加一个反光，也下面也可以亮。那它最暗的那部分的话，一般都是会在整个物体，不是靠边缘的位置，应该是在中间一点的位置。这个就跟你们画那个球体的时候，明暗交界线看起来最重，跟它在球体的中间差不多，一个道理。啊，
上面能看到一点面的啊，我们加强一下，我们稍微粗一点。看到这个大小其实就还可以了，对不对？挺耐看的了啊。对，减弱了一点啊，稍微不要这么的刻画，把它减弱一点，有味道一点。让我们看一下这个，嗯，给它搞一个粗粗的粘纸，一样的画法啊，就不重复讲解了啊。啊，不是我的选项啊，不好意思，正片弟弟啊。这一张大家第一次如果去做这样的刻画，画起来是要点时间的啊。你可以做一点简化，但是你挑一两个重点刻画一下，学一下，不要全部简化。5个小时，5个小时不是已经很少了吗？对啊，效果出来好就好了，不用在意那个时间的。我经常一天一夜也就画一个线稿出来，就是好看就行了，管它那么多。
你们不要看网上那些倍速啊，还有什么那些东西，感觉人家画的都很快，干嘛的？我画画特别不计较时间成本，我就是一张画，就算是画了大半了，然后我觉得不 OK，我整个舍弃掉，重新开始画，这种事情也很常见。大家给自己压力不用太大。社交媒体上面，你就算是一个星期去更一张完整的图，其实出现在大家的视线里面已经挺多了。但是你如果真的一个星期每天8小时的去画一张画，你觉得这么多的时间，你有什么东西是画不出来的吗？这个复制一下啊，对，是的，这种都算在时间成本里面呢，这种都是你作画的时间呢。参考的话呢，先花个几天几夜的去找参考，找的差不多了再去画，然后画到哪个关键部位感觉还需要再找，那你就停下来再花个大半天去找，没关系的，慢慢来嘛，结果最重要。每天平均应该有个5、6个小时吧，然后7、8小时也很正常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画这个猪猪啊，猪猪要搞一个混合选项，描边，描的是底色。嗯，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忘记画了？有个结构忘记画，没关系，我先把这个弄好。我的日常生活就是每天都在遛狗啊，有声音吧？这个圆点笔刷我已经分享在群里了啊。嗯，狗子可爱啊，可爱是挺可爱的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运动量太多的运动量，然后把它弄小一点啊，再把它调小一点，然后给它描这个线。我感觉这个线哦，用这个笔刷比用那个直线要好看一点。早上起来先来一杯咖啡，优雅。你在说谁啊？不会是我吧？早上起来脸都没有洗，刮风下雨都要去遛狗，优雅。
没有优雅，每天都是，最近不是每天都下雨吗？然后每天都很痛苦，优雅是没有了。下雨怎么遛狗？下雨就是硬遛啊，它也淋雨，我也淋雨啊，然后它还不拉屎，这个就是很心酸的。买什么啊？买狗啊？不要买狗，不要买狗哦。我自己养了狗，我从来没有劝别人养过狗。就是如果你是真的想不开，你很想体验一下那种生娃的烦恼，你就去养狗吧。哪里来的小香猪？我朋友的小香猪都几十斤了，那种就是很会撒娇的小狗。我们家这个狗也是非常严重的撒娇和那个分离焦虑，它是那个泰迪，所以它黏你就是跟小孩子黏你是一样一样的。你如果把它放在家里，它会非常的伤心，它就开始这样默默的哭给你看。大尊，这也太搞笑了。好的，然后也是一样啊，咱们这个需要搞一点亮亮的部分。它这个因为它图层属性的关系，会有点难弄的啊，所以我们就新建一个图层，然后把它的选区选起来啊，重新去做就好了啊。挑其中的几片，我们给它点亮就好了。然后在它下面可以用这个柔边缘啊，稍微扫一点点底色上去。做画师的话呢，其实
它需要比较强的自控能力，不然会很容易阴谋。我好多朋友画着画着就阴谋了。阴谋了，嗯，看严重程度啊，有些阴谋了，他就要去吃药，要去看病。嗯，画的比谁都牛逼，还有阴谋，为什么？然后有一些的话就是身体容易出问题，因为经常一个人画的话会昼夜颠倒干嘛的。我有个朋友，我们画画，我跟他都是接班画画。我睡了，他起来了；我起来了，他准备睡了。加一点点亮亮的，明度稍高、饱和度稍高的颜色进去，整体亮一丢丢。再调一下曲线啊。像这种小的东西，大家画好了以后，根据整体去调一下曲线。我不寂寞啊，我又不是独居，我跟家里人住一起，我很快乐。独居容易 emo。我结婚了，我结婚了，我不是发微博了吗？每一次都很震惊哎。没有什么好提的。对啊，结婚了，为什么为什么要讲到这个？太搞笑了你。加了一个这种莫名其妙的造型放在这里，丰富一下。不是啊，是真的，是真的活人。怎么回事？
震惊吧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每个人都非常震惊，明明我在微博都发过了。像微博，你结婚7年了，7年之痒了，你要小心啊！你恐婚就别结嘛，我也当时也不想结婚的。你们的问题怎么都是这些问题？结婚好不好？你们这是现在对画画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是吗？啊，你们怎么回事？哦，怎么搞的？结婚好不好？我觉得结婚本身的话，就是好不好，还可以啊。但是其实不生小孩的话呢，跟没结婚也没什么区别的。对啊，这个东西看个人。我本来对自己的计划是，去庙里当尼姑，然后快乐的孤独终老。对对对对对，是的，是的，真尼姑，我被楷模啊！尼姑不能买东西啊？哦，那算了，那我不做了。OK，头饰差不多就 OK 了。哦，好的，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服装上面，为什么想去做尼姑啊？呃，因为我以前不想结婚嘛，不想结婚，所以我对我的规划就是去做尼姑。因为我比较，其实我比较恐男啊。嗯，啊，没关系，我们重新建一个图层啊，然后继续描一下边，描个边，用一个深一点的金色。大夏天还要去建房子，我都去当尼姑了，还要我去建房子，哎，尼姑好难啊，多试几次啊。
嗯，就是我当时会跟他结婚，就是他给我感觉可能不太像男的吧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太好笑了。他不太像我害怕的那种人。对对对，他非常的尊重人，然后又很喜欢小动物。啊，你怎么这么可怜？嗯嗯，多试几次啊，这个可以。拉过来一丢丢，要加到什么程度刚刚好？哦，这个东西很主观了，这个东西就要看你对它的复杂程度的一个设想了。这个没有一个非常统一的标准，它跟你自己本身的审美取向就很有关系。我个人是不觉得说越多越好，对，这个人穿的很闪闪。我个人是没有感觉说越多越好吧，越多越好，越多的话，有时候它没有重点的话，它就不是很好看。我的一个标准还是说，你整个看下来的时候，它应该是有一个主次的。对，能加配饰的地方其实非常多啊，包括配饰的种类和造型也可以有比较多的一个想法。这张图如果想要做得非常好的话，呃，其实是可以花上很多时间去塑造敦煌这个主题嘛，对吧？它涉及到一些宗教的背景，你可以化用很多佛教故事里面的东西进去，都可以。对，这个手势真的可以抠到天荒地老。抠天荒地老，如果有时间就抠呗，没关系啊。嗯，画好久，画好久就画呗，沉浸式，沉浸式画画。我有两个笔刷，Procreate 我特地做了一个这个圆点笔刷给你，在群里有两个格式啊，两个格式，不用硬画，不用硬画，我有考虑到你们的。
不是可以导入 ABR 吗？那太好了，那我以后做笔刷只用做一个，那我真的是有点快乐了。啊，继续描边啊，在手臂上面也加一点啊。诶，误触，不好意思，我感觉密了一点，我感觉密了一点啊。把它的间距调的稍微远一点，对啊，是哦，它的耐看是一点点堆起来的，所以有时候你能感觉这个东西画着画着就好看了。赛肯定可以吧？赛怎么可能？赛不可以描边吗？嗯，赛作为一个优秀的选手，他怎么可能不可以描边呢？哦，圆点笔刷不行是吧？圆点笔刷赛应该可以自己做一个的吧？如果不行的话，这个笔刷不难做啊，这笔刷很好做。贵女人，对，她是一个贵女人。这个应该是非常好做，大概你3分钟就能做一个出来这个笔刷。球笔刷群里啊，
好，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，再给它加上一点闭环啊。嗯，这个镯子我找了好多镯子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我们现在的黄金镯子已经做的非常非常的漂亮了啊，随便搞一点图参考一下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嘎嘎捏一个差不多风格的镯子。呃，那你就找那个，可以先找那个复原款呢、对啊，直接就抄就行了。抄多了你就会有感觉了，你大概知道他们的东西是具有怎么样的特征的，用到的基础几何图形会是什么样的，然后你有点感觉了以后，你就找。嗯，那我觉得是有一定的这种过程的呀，因为你不可能画出一个东西是这个世界上没有的东西，就是别人没有想到的组合方式，你去做了这样的一个组合，那就很有新意了。人类到现在为止不可能画出自己没有见过的。嗯，你有一个成体系的设计思路，一整个设计思路它是和谐的啊，然后你加入自己的思考，做了组合和改变，这个就其实就是创新嘛，不是说你要画一个从来没有人画过的东西，那是绝对不可能画出来的。然后给它进行一个描边啊，你像我现在这个手镯，这个也可以说是手镯吧，放在手臂上面必穿，对吧？那也可以说它跟这些不一样，但是你说这个世界上，你能保证没有一个手镯长得跟这个手镯一模一样吗？这个也很难说吧，说不定在哪个角落就有呢。
然后比如说我现在把中间这几个花全部改成猫猫头，那你是不是又感觉稍微的更有趣了一点，是吧？这个就叫做创新嘛。设计让人觉得，嗯，新的原因是有很多的。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让人感觉跟我平时见到的不一样，我就觉得叫新。我平时很少见到这样的，就是叫新。那么很多东西都可以做到这一点，剪裁方式的改变啊，位置摆放的改变，常见物体的大小的改变，它都会给你带来这种陌生感。那你有这种陌生感，你就是觉得会让你的视线多停留一点时间。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新，大家可以经常的去观察一下生活，思考一下，平时看到喜欢的东西啊，你要去想一下，为什么觉得这个东西让你觉得很喜欢？是元素让你觉得很喜欢，还是它其中某一种摆放的这个姿势、这个位置让你很喜欢？什么原因？你得学会分析。分析了以后呢，去运用。有喜欢的东西很多，已经就是学会设计的第一步了。最可怕的是你没有喜欢的东西，你一点取向都没有，然后你脑袋空空坐在画布面前说我要创新，我要设计，哦，这个是最吓人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你也很痛苦，B 也很痛苦。好多经历，对呀、来都来了，今天就让你们画的比较爽，这个金，对呀、所以要更加的保持思考，不要画忘记了，很机械。一旦你发现自己有点陷入那种机械式的画，然后你又有点开始乱画，画了擦，擦了画的，你就别画了，你就起来明天再画，因为你的大脑今天已经思考的额度已经满了。每次画完就很饿，什么东西？用脑了，用脑了。那你画完了以后一定要补一补。
手酸是正常的呀。我想吃很多好吃的。嗯，那你吃呗，别吃太胖就行。太晚了就别吃了，吃点黄瓜算了。嘿嘿，已经胖了。好的，我们今天的视频啊，基本上就 OK 了啊。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搞点小的细节，想想啊，这个电稿下面指甲稍微的给它涂一丢丢。这次交作业的同学已经很多了吗？哈哈，终于过上这样的好日子了。OK，然后我们把小蝴蝶也稍微的细化一下。嗯，蝴蝶拉到整个图层的最上面。从上一张你扣过来，这样的事情你都干得出来？那好吧。
这个动作的灵感来源是谁，知道不？大声的说出来，考验你们是不是一个合格的二次元。孙悟空，怎么是孙悟空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孙悟空。嗯，是白龙，真的是有点可恶了。那白龙的动作比这个帅哦。不是白龙吗？怎么一回事？这是怎么一回事？是《千与千寻》的那个白龙。那我们这里再来一点点的图案。嗯，白龙马哪里有这个动作？怎么会这样？哪吒，哪吒里的白龙马，哎，不是哪吒里的白龙马，哪吒里的那个三太子，龙王三太子是吧？他有这个动作吗？笑死，哪吒里的白龙马。对啊，他也好帅啊。没有吧？哪有这个动作？白龙有一个吹蝴蝶的动作，然后感觉很帅。嗯，你现在如果那个，我就 这样刚才吓我一跳，我以为 PS 嘎了。他如果现在嘎了，我就真的是，嗯嗯，宫崎骏啊，电锯群真的很好。然后我还很喜欢那个哈尔的移动城堡。诶，OK，可以啦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基本上这个人物的刻画呢就已经差不多了啊，然后我们给他加一点正片叠底。妖魔鬼怪类型，我也喜欢。
我说的有没有？正片叠底，因为我们这种风格啊，它其实是比较平的啊，所以我们的光影没有很强烈。过程图要明天才能给大家了，这张应该会是我们时间最久的一张图啊。然后我们还可以这样调整一下，正片叠底的一个颜色啊。哦，这个我其实很想看的，真正的真的是非常厉害的一位舞蹈家。他的那个舞台的那个演员的，虽然我说跳舞还没有怎么看过，那他那个装扮呀，演员的那个形象设计，那个做的太好了，感觉是真的是应该给人感觉是非常惊艳的那种，嗯，非常高级的审美。好，我们现在调整一下线稿的颜色啊，有些地方我们给它减弱一点。
这张图啊，整个比较浓烈颜色，线稿上面我们可以保留比较多的原来的线稿。稍浅一点。我们再做一些局部的描边啊，哎，对，尽量的都去画一下，感受一下，感受是很重要的。嗯，可以啊，你可以弄金色，我试过金色的版本，挺好看的。但是呢，我后来觉得红色更热烈一点，我就用了红色，金色挺好看的。金色的话，你的配饰它的所有的金色可能不会太明显，你试试看吧。但是那个上面的宝石会很明显。我这些都是经过那个思考的嘛，对吧？所以说那个红色的底，所以我配了这样的一个头饰。当时头发我搞金色的时候也，我也觉得很好看，很有那个就是那种老外老外的感觉啊。描的时候看看整体啊，看看整体，不要埋头在那里瞎描。颜色我要自己稍微的根据你周围的一个深浅做个变化的啊，不要一个颜色从头描到底。节气这个主题，它能发挥的余地是特别大的那种，可以跟
大家喜欢的妖精鬼怪主题啊做一个结合。包括这次的风格定向也是因为我们是个团练嘛，面向的群体比较的广，然后所以控制到的这种接受度，就是那种比较可爱漂亮的这种感觉。如果是我自己去做节气的设计的话，我可能会做得更加的神神鬼鬼一点，就是它没有这么的漂亮可爱，但它比较的妖气森森一点。我们画了4个，大家可以回去以后，就是结课以后，如果有精力的话，可以把其他的补全。对，是的，画4个补20个，令人昏迷的程度。有生之年吧，我要是能画出来的话，算我厉害。水水什么水水？你上回小男孩你画了没有？画了啊，画了你可以教我2下。嗯，咋了？把飘带勾一下啊，双人的，双人的，双人的这个难度呀，那就是 double。一个人已经画了3个钟头了，2个人想都不敢想，一夜畅谈吧。分为，分为头像是吧？分为头像，我以后看看吧啊。分为头像是吧？分为头像的话呢，你也想要，好吗？分为头像我 think 啊。
但是其实我那个团练开到现在，QQ 的是最受欢迎。QQ 在哪里？QQ，新的在秋冬，上一期的就是在第二期嘛，录播嘛。我上期的那个甜品是挺好看的，是还可以。下一期我还在想画什么主题呢？关于头像，关于头像画同人好了，画大家知道的人物好一点的。双人 Q，其实嗯，我有一个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完成的夙愿，就是我想把小樱里面的所有的服饰全部画一遍。那我们把衣服的线条稍微的处理一遍。小樱里面服饰好多呀。嗯，都好好看。clamp 全能之神。哦，我以前也想把卡牌全部画一遍，然后一张也没画。小樱真的是漫画版和动画版都是绝子啊！哦，透明卡牌我也没看，我看了一点点，然后我看不下去。
好了，我们这张图接近尾声了啊，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，现在想到了还可以提问哦。嗯，还在吗？都已经睡着了？嘿嘿，对对对对对，这个跟我的线条功力不是很好也有关系，然后跟 PS 特别难勾也有关系。好长的一张画，好长的一张画。OK，加上一个背景给大家看一下啊，保存。哎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这张图它的一个完成效果了啊，嘿嘿，大家还有没有问题呢？今天时间是说有点久了啊，3个小时10分钟。这个印章啊，这个印章是我画的，你说这个吗？这个是我在淘宝上买的，这个4个格子，这个是我画的，这个字是我找的一个字体，就是这种刻章的字体，应该就是啊，这个字还得改啊，这2个还是惊蛰，我等一下要给它改成下至。这个印章印泥，我去找了一些素材，PNG 素材都很生硬，不好看，所以我决定还是自己画一个好看。反正我的感受就是什么东西都是手搓的好看，除非是没有办法，不然的话就自己画是最好的。看起来挺简单的哦，画起来还是有点难的。